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台湾人到底自卑过头还是自信过头。台湾教育长期很习惯西方的话语体系，导致绝大多数的人眼中只看得到欧洲跟美国。我就听别的平台的突然讲说，哦，台湾非常有言论自由，有啦，我们有讲出来的自由，但讲完以后，我们有没有不用害怕的自由？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吗？说实在话，这种环境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台湾言论自由加个双引号啊，它背后意味着是有些话你是可以说的，但是你会被霸凌，所以这种言论自由反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桎梏，最后就会造成像历史哥这样的发言，像警委这样的理想，或者陈老师有理有据的阐述，都会被双引号静音。你觉得你说了，但是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相信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首先，第一个台湾荷兰病的问题，早在2008年那个时候就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于更早，李远哲他们其实就有提到一系列要调整台湾产业的改革方案。所以为什么会有教改？教改其实就是为了因应下个时代的工业革命。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看到了啊，工业革命已经从第3次工业革命要迈向第4次工业革命。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来符合新的产业结构。结果就是我们改了这么多年，产学失衡。这个其实牵扯到的东西非常复杂，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是，台湾现行的这种体制没有办法有效改革。改革背后探讨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叫利益重分配，但是你利益重分配，你势必会得罪到一些既得利益团体。欧美为什么可以透过选举制去改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选举制行之有年，有他们所谓的惯例，而这些惯例促使他们在很多公共议题上可以达到共识。尽管我跟你不同党，虽然表面上在吵，但是私底下我们知道有一个方向必须改。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说1940年代到1980年代那段期间的英国跟美国都知道要进行产业改革，但是不同的党派他们在面对产业改革的时候，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向，但最起码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目标，叫产业改革。但是台湾的问题在于的是说，我们的选举经常在做完全式的反对。我看到你这个政策，因为你是这个政党，所以我就反对它。而这种状况的话，基本上很容易会发生在民选制度初期的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一样。但是很悲哀的是，台湾刚好我们在转型成民选制度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到的是产业大革新。你这种产业的大革新，你又是这种因反对而反对，结果就是我们推动的很多产业改革跟教育改革的制度，全部都变成半套。那半套的结果就是现行台湾最严重的问题，叫做产学失衡。为什么一大堆年轻人会从事第3级产业？不是他们愿意啊，而是他们学的东西用不到第2级啊。第2级产业需要的那些技术，我们的学生根本没有培育到，然后家长又一股脑儿的全部都认为要送到普通大学，结果就变相的把原本的普通大学搞烂掉了。因为普通大学它其实真正要收的并不是所谓的所有的学生啊，它是要培育所谓的研究型人才啊。结果我们的家长就是认为说要全部塞过去。那为什么家长会这么认为？因为跟教改的改革有关，就是这种思维再加上我们说改革的方向不明确，最后导致的就是把现在的这种产学环境恶化掉。恶化的结果就是整个教育的资源以及教育完毕的结果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产业是有很大的脱节的。我就举个最典型的案例好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你要去赚你认知内的钱。当你知道有这个认知内的钱的时候，你才办法赚大钱。举例来讲好了，像是欧美有很多学校，甚至于大陆有很多学校，有一种系叫未来系。什么叫未来系？他们在思考的就是未来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是这样子花大量的经费在这个系所的培养上的。那台湾有没有这种学校？有没有这种系？有，但很少。台湾的学校常常会有一种状况是，突然间看到某一个行业，已经做起来了，才有相应的系所出现。是不是很多这种啊热门科系？没多久进去了以后，一大堆人找不到工作。你今天要成为产业的龙头，你不应该是这样子去成为学系的因为你的很多系所的设定完全忽略掉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学它不是职业培训所，大学是在做研究的，研究是在搞创新跟搞所谓的开拓，所以你把大学变成技职教学，就是非常有问题的。那台湾的技职教育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产业要转型，可是我们的工厂没有办法应对产业转型的那些配套措施的需求。对，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光讲缺电好了。台湾其实有很多工厂，它想扩厂，但是因为缺电的关系，它不敢随意的扩厂，甚至有一些工厂，它其实是想要做精致化。可是你精致化，你需要第一个土地要有相关的保护法规啊，还有我们说电力的那个充沛啊，你这些都应该有的，可是你都没有做到。然后你又会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全面自动化，政府用某一种程度上施压，但实际上你不应该去反对全面自动化这个过程，因为这个是不可逆的状态。对，你应该是要做的是革新技职教育的技术内容，让学生能够掌握更高的那些技术才对。结果是政府讲白了就为了选票嘛，因为大学比较有人读嘛。第二个就是大学比较容易去搞这种意识形态了。所以结果就是经费一大堆都涌入到大学，结果技职学校不断在被压缩嘛。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候的台湾人至少有40%到30%的人是从事2级产业，如今不到2%，比例在下滑。比例下滑的结果就是台湾的经济以第3级产业为主，可是第3级产业主要在干嘛？服务、金融这些东西叫做虚拟经济，也就是虚胖。所以台湾虚胖已经20多年了。只是没有一个契机把这个虚胖打破而已。我跟你讲，再过个几年，这个一破开很可怕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牵扯到就事论事。我跟你讲，如果一个整体社会都不能够就事论事的时候，你很难去改变社会多数人的认知。台湾目前面对到的这些社会问题是没有办法有效改变的。第一个就是社会的环境使然。说实在话，这种环境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我就讲啊，就末代王朝啊，对不对？跟明朝末年很像啊。对，你看那个《金瓶梅》的故事，现在多少都上演在台湾，基本上没两样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说实话讲这些讲到后面会有点心累。那前阵子我就听别的平台的突然讲说，哦，台湾非常有言论自由，这是我们很骄傲的地方，可以跟大陆唱吹。当下听完以后，满满的感慨。然后第二个就是觉得很北蓝。那历史哥都收到传票了，你跟我讲叫言论自由，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吗？就是台湾有一群人整天在讲台湾的言论自由，而他完全忽略掉一件事情：台湾的言论自由，它是只限于某些人的自由，还有很大部分的人是并没有到完全自由。有啦，我们有讲出来的自由，但讲完以后，我们有没有不用害怕的自由？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每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人讲说，可是你看大陆不就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必须讲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做比较，我们叫全面性比较嘛。那你要全面性比较，结果就是他们常常都是只讲某个点，却不讲全面。对。举个例子来讲，你说大陆的言论自由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前进的地方？有啊，但是你就光讲一件事情好了，你说大陆的新闻有没有假新闻？这个你倒是可以好好思考看看的。我是说认真的，你去看台湾有很多新闻那个资料来源，我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只能说诡异。但我可以讲一件事情，至少人民日报它在做一些报道的时候，它是有依据的。因为我跟你讲，人民日报如果乱报的话，我告诉你 BBC、CNN、NHK 啊，马上就说人民日报在报假新闻，你信不信？对吧？就是全世界的媒体一定会盯着它嘛，因为那是它官媒嘛。那如今我们看台湾嘛，台湾的那些新闻，你有没有办法至少做到一件事情，不会被人家质疑说你的资料来源？对不对？这很多可以讨论的那我们要不要讨论看看台湾的行政效率？要不要讨论台湾的究责问题？我就光讲个政治究责，台湾有很多，古尤马、太鲁阁，有没有印象？这些事情发生了，这些的负责人现在有下台吗？有没有出事？有没有被判刑？甚至于那些公司工厂，他们有没有需要去为那些受害者去做赔偿或怎么样的？有没有人在关心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再去比较大陆，我们也不用太久，10年前那个天津事故，人家的官员是怎么样下台的？人家的官员是怎么样被判刑的？就是有太多东西。好，你说你要跟大陆比，你就全面比嘛，你不要只比1-2个，然后搞到最后就是只比那些我觉得有利的，不比那些我这边不利的。甚至于说，有的时候在比嘞，就变成说啊，你看你就是被洗脑，我就事论事在讨论问题，我就变洗脑，所以我就觉得很无奈啊。对啊，所以我最后就只能说就是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觉得不管谁选上最起码要脱离现在的这种状况。可是台湾现在这种沙卡都选法我觉得不乐观。不乐观的地方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有太多从事政治的人，他们的眼界太狭隘了，只看得到一亩三分地。
他们看不到的是长远性，而因为看不到长远性的结果，就是导致台湾很难凝聚力量，结果很有可能是非常悲哀的后果。我觉得不管未来的变化怎么样，我最后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像我现在就是过好我的生活，我做好我作为一个老师该有的职业操守。其实台湾现在最缺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的人。如果台湾的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事都做好，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可以成长。这是我个人最后的想法。就是想特别回应，就是陈老师刚才所说的，这国外媒体有多少假新闻啊？然后大陆的媒体当出来新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加上历史哥所说的这个频道黄标呀，还有我们的评论区崩溃啊，再加上警委所说的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一些理想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宣扬，因为一旦宣扬就会受到周边的人的霸凌。这三个事情其实来自于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媒体的话语权。这就是台湾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我加个双引号啊，它背后意味着是什么？就是有些话，不管是骂政府啊，还是说你去支持其他方啊，你是可以说的，但是你会被霸凌。这种霸凌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呢？就是它的媒体上充满着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假新闻之下，就会造成去关心这些新闻和事件的人，他每听到任何一条消息，他都会想这会不会是假的呢？所以他的脑子会过载。过载的结果是后退的结果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只去看那些跟自己的兴趣或者原本的认知相关的东西。所以这种言论自由其实反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桎梏，所以最后就会造成每个人都待在自己原本的认知的世界里，不断的去巩固自己的原本的认知。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像历史哥这样的发言，像警委这样的理想，或者是像陈老师这样明明是有理有据有脉络的阐述，都会被双引号静音。你觉得你说了，但是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相信你。我简单讲一下啦。我必须说，这个东西跟教育有关。台湾还有欧美的教育长期很习惯的是所谓的西方式的话语体系，这种西方式的话语体系就会导致绝大多数的人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眼中只看得到欧洲跟美国，却看不到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你只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你看见世界的规模就会不同。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在压抑左派，他面对到的格局观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台湾人是到底自卑过头还是自信过头。反正不管如何，我那时候在了解瓦格纳事件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收集广泛的资料。我习惯看的是全世界的媒体。很多人全世界就是指 CNN、BBC 跟 NHK 就没了，他们的报道只能代表的是那些国家跟欧洲的论点。台湾人整天只看这些啊，看完以后再说，你看全世界在围堵中国，结果南方新闻频道没有这样讲，半岛日报还支持中国，俄罗斯卫星日报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全世界有将近3/4的国家是站在那些所谓反对中国的对立面。今天我们在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必须要跳脱出自己的见识。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它会先打破你原有的价值观。可是当你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了解掌权的人是多可恶。如果回到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握这个时代的变革跟变局？我觉得就是放宽你的心胸，多接触不一样的意见，尽管它跟你相左，你才可以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全面，才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乃至于这个社会，它未来有可能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台湾至少门前雪的情况非常的明显啊。那也至于说我们的从政者啊，真的是为了理想来奋斗的人是越来越少。那也至于说现在选赢就是一切嘛，所以利益成为他们的最大的纽带。我觉得台湾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如果真想让这个社会变好，那你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可是原本来说，这样的情操跟理念也许可以让很多人来共鸣，可以更加的前进。可是我发现呢，民进党也很聪明啊。那我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你发不出声嘛。所以我以前常讲一句话嘛，哑巴对着一群人讲话，他讲不出话啊。所以呢，等同没话讲啊。那演说家对着一群空椅子讲话，那他跟哑巴的功能有什么差别呢？是一样的啊，因为现在更没人啊，所以他就限制你嘛。但是有的时候更甚者，让你同步进行，当你既是哑巴又一群空椅子，那你更惨了，就造成说现阶段我们所看到的为了利益而驱使去行进的这种状况是越来越加的夸张跟狂妄嘛。那这也是我觉得台湾政治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啊。所以让陈老师默默的继续在他的位置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因为纵使是这样，也都是很困难的。更多的人是根本没在好好把自己事情做好嘛，或者是自扫门前雪嘛。不自扫门前雪的人，很多变成利益熏心了。
真正有理念、理想，想要冲出困境的人，是受到的压力是更加的巨大。干净的理想那是不可能存在的啦。那也只有就像陈老师说的嘛，与异同志时还是好天真，那就可以有这种想法嘛。